看这个小镇啊，美不美？现在是早上的7点15分，哇，它的日出的时间啊，比我预计的还要早。大家好，我现在在霹雳州的太平，一早上呢看到这么美啊，牙都没有刷，穿上衣服就出来想走走路，还可以录一集视频，小孩和太太都还在睡觉。这次到太平啊，其实对我的思想也有刷新，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啊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做了奇怪的选择，又到了大马，但是对马来西亚的了解是远还不够深入的。那怎么讲？今天刷新的是对小镇的印象啊。我先说一下对大马小镇啊，从冷感、无感，然后到现在充满了好感的一个历程。而且啊，什么叫充满了好感？先说一下什么叫冷感啊。这个经验呢和结论啊，主要是来自于在中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你会觉得小镇啊，它和大的城市和人口集中的地方、经济更加发达的地方比起来啊，对它的印象是更坏的，而不是更好的。虽然呢，它人情会更好一点啊，它生活成本会低一点，但是呢，你对它总体的印象就是很多小镇啊，连基础设施都不完善。这是说真的哈。昨天还有个朋友在介绍，虽然很多中国城市已经发展得很好，但是资源是非常集中的，倾斜于某一些地方的。在小一点的城镇、农村，它有些基础设施，水啊、路啊、厕所啊、电啊，都还没有建设得很好，人的观念也没有被刷新的很多。这跟城市啊，就好像是去了两个地方，生活在两种世界一样。再来，你小孩教育也没有很好的学校，你要看病没有这个很大的医院，是吧？那就会有这种觉得，哎呀，太不方便了哈，跟别人相差和观念的差别啊也很大，这怎么可能是自己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慢慢发展到叫做无感。太平啊，最早我们对它还有一个误会呢，是因为我们刚到大马的时候啊，问大家，我们要去怡保玩，途经哪里啊？很多人都推荐说，来，到太平你停下来啊，停个1天2天很合适。那我们很听大家的话，就规划了太平之旅。我就来解释啊，这个误会到底是什么。第一次留下的印象真的不是很好，甚至我们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再来太平了。那天可能下着雨，最主要还是我们刚到大马，不会玩。就只是找景点，那围绕着太平湖转了一圈，下雨嘛，也没有特别下来。然后晚上呢，又是住在一个乡间田头的一个马来人的屋子里，非常热，有昆虫，主要还是自己还不够适应，又很远啊，吃的东西也没有。觉得说哇，这样转下来，这个就是太平吗？其实啊，现在看起来是大错特错。那这次因为朋友的关系我们回来了，哎呀，很庆幸，你看啊，又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一次呢是针对太平的，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觉得，哟，这个地方真的是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被保存下来。他们好像称为小镇，是不是它发展慢？不是的怎么讲呢？就是他主动选择了变成这样的，他主动选择了要更多的保留历史啊！你不是说每个城市都像吉隆坡那样的才叫有发展，才叫好啊？那他也有很多好吃的，而且各有特色，反而传统更容易被保留下来。他的人呢，通常也很 nice， 店呢都开着，你进去啊甚至你不用微笑，别人就会跟你微笑和你聊天。你会发现说，他那种保留下来的特色是非常强烈的。你像居銮有自己的叫居銮华语，马六甲有它独特的那些吃的，有娘惹巴巴的文化，在太平又有太平的一些特色和它过去的历史。太平建市都已经有151周年了，而且物价相对都没有这么高，这也是慢慢发展的一种好处，让我们看的都很想留下来。每到一个地方都这样说，到古晋、马六甲、柔佛都说哇，这里未来退休就好了。所以一开始以为说是地方特色，是马六甲好，是东马比较好，但是慢慢我发现不，
好像我错了，是小镇都很好。那他又刷新我一个认知啊，又是一个认知。前面远处好像就是太平山吧？啊，边走边说。看清远会馆，1955，这个建筑就是 7-Eleven、My Ding 在这边是有的。原先我们只是泛泛的讲，马来西亚最美丽的风景是什么？是人。我觉得这还太泛了，人就太多了啊。我现在啊可以再刷新一个认知，我觉得马来西亚更有魅力的风景是它的小镇。again 啊，就是如果讲小镇会得罪大家的话，那还是请原谅我啊，我还想这么说，因为大家自己就是这么觉得的。像我们的大厨合伙人啊，他讲自己利米达就说，我们小地方鸟不生蛋，在太平，我们的朋友也是形容自己这个地方也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没有觉得这不好啊，他们觉得这是让自己很骄傲的一个地方，是我的家乡，是留下他很多回忆的地方。那再用这个来检验我最早说的冷感和无感，你再想想看，生活在小镇会不会有我原先留下的这种观感？小镇你看是不是就不方便啊，没有很好的资源，它就让你爱不起来呢？我觉得并不是啊。在大马的这些小镇它其实发展程度很高，甚至于你看它那些新的程度啊，比在雪隆发展没那么好的地方都要好。它其实是有发展的。这些楼你看它不单有历史，它把自己打理的还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那它每个地方有些还是有挺好的一些学校，你说要就医要去大一点的商超，大一点的医院，离附近的市区啊都不会太远。你比如说在太平吧，你要去到怡保，甚至于去到槟城都不算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啊。虽然不是每个小镇是这样但是有很多地方其实你要获得这些资源，通过驾车就在附近，那么这个事情就不会变成一个什么大问题了。我们现在知道啊，你要去找一个地方旅行，你想要喜欢它，要注意这些点，尤其是在大马。我们呢，首先要去找一些人文的，像现在啊，如果你看一个楼，去了解它以前英殖民时候的历史，华人刚刚过来的奋斗史，它的开店啊，到现在，有些店已经转变了，像那个联通茶室啊，开了76年后，到2024年关闭了。他开的时候是华人和印度人一起开的，所以叫联通茶室，又是老字号，大家很欢迎，建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店里。这个 GG 会馆啊，它用的这种楼，很漂亮的一个南洋的楼。在这里面上班是什么体验哦？看这个楼有多漂亮。这个叫华联中学，它就是在这个何仙姑庙广东会馆前面那个太平的 Wisma， 这些历史建筑，这么多的档口啊，古树，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读书的，这里的小孩子会被熏陶成多好的样子啊！太平有150年的历史，了解这些就会心怀感恩，充满好奇，哇，探索发现，就是怎么讲，就让你打开了眼睛，大脑飞速的运转，又能够慢慢的沉下心来享受这里的宁静舒心。你也知道为什么叫太平，大家不打架了，这两邦为了以前的资源不再打架了，它真的能够延续这么久的一种安宁生活。韩江工会啊，最早韩江和义兴啊，这两邦在这边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不打了，用中文名太平来命名了这个城市。这是大马少有的中文命名的地方，就会很享受。再去找好吃的，这是第二个哈，又会发现哇，这个原来是当初呀有福建人啊，或者是广东人、客家人的特色留下来，慢慢结合当地的文化，发展出自己的这些美食，你会觉得这个旅行就有意思。
总之啊，就深入到历史啊，深入到人文，深入到饮食，我发现这是在大马旅行的奥妙，你才会喜欢上大马。顺便讲啊，这个也是很多我的中国朋友到了马来西亚以后旅行没有太大的这种感触的原因啊。其他的我不说啊，但我们就讲一点，他们在城市中啊已经被工作压榨的不行啊，他到大马就一个诉求，常常跟我说，哪里有海滩，我想去找一个海滩休息放松一下。哎呀，那我觉得他全世界哪里啊，甚至留在上海啊都一样啊，上海也有海滩，就找一个，无非就是待在酒店里嘛，吃着自助餐，在海滩上做一些海上运动，就完全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被灌装在一个一模一样标准的瓶子里，叫做海滩，完全不了解当地专有的那些特色、历史、人文、饮食，人情吧，就什么都不了解。那么我想把它说回来，所以对小镇又刷新了，对太平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广东会馆的停车场，顺德会馆啊，你看叉烧鸡饭，然后也很洋气啊，前面有一个可能大家看不出瓦萨比寿司，这个明记咖啡，这种精品咖啡店啊，至少比沙登市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很多比我想象的多。这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档口，在做烧腊的，晚上开到很晚，早上一早又开了，非常挺力啊。哎呦，看这种档口充满了生气吧。走在街道上，其实你就是走在历史里了。这里又是一家咖啡店，一新依旧，赞。再来一句话啊，彻底的击中了我呀！就我们那个朋友啊，因为他是在太平啊，他称为太平的附近吧，他觉得是一个小镇生活的。后来呢，去美国念书，又回到大马，在吉隆坡工作。他告诉我，他说每次回来都有这个感受啊。他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小镇啊，时间好像变多了，时间的流淌变慢了？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哦，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哦，被击中了。然后我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补充，觉得好像是哦。首先你看交通是不是在小镇就很省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时间很短。尤其像太平啊，在英殖民的时候它建的路就比较宽，车好像也不是那么多吧。你看至少现在是工作日的早上，已经快9点了，我从7点出门到现在，我觉得车不是很多啊，就是交通顺畅啊，你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都相对密集啊，不用很多。你在吉隆坡出去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玩一下，吃个饭，玩好回来半天没有了啊，吃好饭回来半天没有了啊。如果你远一点去2、3个地方，一天肯定就没有了。在这里不会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深入去分析，在小的地方哦，选择没有这么多，吃饭就那几家啊，你要玩就这几个。这有很大的好处这就像是 Costco 和 Walmart 的这个区别，东西少而精呢，你就会发现啊，你不用想，选择少就去那里，然后呢，诱惑也少。在大的城市说，哇，这里又新开了一个什么，我们去试一下吧，约着朋友去放松一下不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呢，人情又很熟，某一家店可能都去了几十年了，跟老板也很熟，对东西也很熟。这个选择少，诱惑少，人情熟带来的这种好的一个效应，那你自然就会去投入生活，享受生活。我们时间觉得快的是什么？往往是在互联网上在看影片，在手机上刷短视频，看一些搞笑的东西，这个时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这可能是 cyber time， 我觉得那你真正的用眼睛、大脑，用你的全身心投入到生活本身的话，时间就会过得慢下来。真正去享受生活，这个时间被放大了，你好像可以随着它的历史一起演进。你跟这个几十年前的一家店进去，吃着上百年的、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食物的做法，你跟一些老朋友聊天，时间过得真的没有这么快。这就是我说这小镇独特的魅力。
自然啊，因为小镇这样发展，它的物价不是很高啊，我觉得真的很适合生活。哪怕我们只来3年啊，我会觉得在雪隆区，物价涨得还是蛮快的。那到马来西亚呢，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所谓独立思考呢，你就要接受你的想法和专家和别人主流的大众不一样。我现在觉得大马的小镇有独特的魅力啊，也是我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你也要接受自己可能是错的，你也得承担结果，这都无所谓。但它呢，会让你生活啊更加的开阔，更加有自信，活着感觉更加通透一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想的街口这一家叫甲必丹古玩店。其实你看这个楼啊，和一般的楼建造的这个制式啊不一样。除了下面也有门廊啊，它的1层像一个洋房，2层上面呢还有一个阳台的，可以直接站在上面。后面这一栋啊又长得不太一样。其实你看这个银行的 setup 也不错，而且就这些位置这样的大小，肯定不会让你排队等很久。一个钟楼，这边就是一个印度人、马来人的当铺吧。又是一条有味道的街道，真是触角可及呀。我这次呢就特别刷新我的认知啊，大马的小镇只是它的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它经济发展的程度，我们把它称为小，但它其实并不小，因为它往往所蕴含的底蕴啊，它能带给你的舒心安宁的程度是很高的。而且我坚决的相信，像太平啊，像柔佛的居然5级甘蜜啊，像马六甲不知道算不算哈，类似这些地方啊，他们绝对是主动的选择。我不与时代同流合污，我不只以经济发展为指标啊同流合污，我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他在这些十字路口是自主自发的做出了选择。哎呀，这可能像我们慢慢上了年纪啊，做出的要做出一些退休选择的话，小镇非常适合。小镇对我来说就是更有魅力的风景线，更适合退休的一个地方啊！如果到时候大马还欢迎我们能够一直生活在大马的话，那真的非常适合退休。目前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然后我带大家去太平啊附近的第1路口啊、第2马路啊这些地方去走走啊，看到一些地方。还有一点啊，我想起来，你看小镇还有一个好处，它屏蔽更多的噪音。像在大的城市啊，很多政客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暴论啊，这个民族好像往往没有在小镇这么融合，小镇不参与你这些，大家都是人，就享受人本身。所以你看联通超市，就是华人和印度人1948年就一起创立的，传为一个佳话。在大城市往往看到大家没有这么多的间隔，这是小镇好的地方。这一栋中间的就不错，以后把它买下来 modify 一下啊。每一个街角都有吃的，人均拥有餐茶室的比例相当之高。OK 啊！